欢迎收听空中哲学频道。今天我们要谈整体的哲学如何应用于最前沿的物理议题。没错，这个主题其实蛮颠覆的，真的非常颠覆。各位听众，想象一下哦，如果您生活中的一切，不管是您现在坐的椅子，或者是您爱的人，甚至说您户头里的存款，还有我们用最高科技仪器测量到的所有星系，这一切的一切，如果都只是漂浮在水面上的，大概只有5%的冰山呢？其实这就是我们今天想带大家探讨的核心。对，就是说，真正决定你命运的，或者推动整个宇宙运作的，其实是水面下那95%完全看不见、无法测量，却又真实存在的。我们可以叫它虚数海洋。这个比喻非常贴切。所以今天我们不只要看见冰山，我们要直接潜入那片海洋，去寻找宇宙跟生命的这个全貌。为了达成这个任务，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提出实虚融合的整体哲学的作者团队代表，来跟我们一起进行这场深度探讨。大家好，很高兴能来这里跟大家聊聊我们的研究。我们要把这个我们熟知的现实，也就是伦理性的这个此岸，看作是数学上的实数，而把不可见的形上规律，也就是彼岸，看成是虚数。没错。在我们的理论框架里，要把最前沿的物理跟深层的生命意义结合，第一步就是得先打破人类几千年来对现实跟理想的那种二元对立框架。二元对立就是非黑即白那种感觉。对啊，在过往的认知中，大家总是觉得看得见的物质是一回事，看不见的形象学或者是精神法则，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好像物理归物理，哲学归哲学。没错。但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其实是将日常的伦理实践，也就是这个大家看得见的此岸，视为数学方程式里的实数，而那些隐藏在背后的形上规律，那个彼岸，则是所谓的虚数。这两者加起来，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复数空间。等一下，这听起来，好像让我立刻联想到柏拉图的那个洞穴寓言呢。哦，您说说看。就是说，我们所在的现实世界，我们以为的这一切实数，其实只是那个更高维度的虚数投射在洞穴墙壁上的影子。大家是不是很容易这样想？其实传统形象学确实常常陷入这种高低位阶的陷阱，就是觉得彼岸比较高级，此岸比较低级。对，就会认为说此岸只是彼岸的劣质复制品，或者只是单向的投影而已。但在我们的腐融合说里面，这两者绝对不是主从关系。不是主从，那是怎么样的关系？我们这样讲好了，数学上一个复数写作 z 等于 x 加上 iy 嘛。国中还是高中数学有教过。对，实部 x 就是现实，虚部 y 就是形上。这两者不是两个独立分开的东西，它们在复数平面上其实是共同决定了一个单一的坐标点。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位态。完全正确。哇，所以没有谁是谁的附属品，它们必须同时存在。但这两面具具体是怎么互动的？就是我在现实生活中的行动，真的能影响到所谓的形上空间吗？其实这就带出了数学上一个非常优美的性质，叫做全存性。全存性。英文是 holomorphicity。如果我们把世界看作这个复数空间，那实部和虚部，它们就必须满足一个叫做科西黎曼方程的东西。哇，科西黎曼方程，这听起来有点硬核哦。其实概念不难懂了。这个方程的核心意义就在于说，实部在空间中的任何一点点微小移动，它都必须伴随着虚部的同步调整。等等，这还是有点抽象。如果我把这个实部的移动想象成是我在现实生活中做了一个决定，比如说，我今天选择去帮助一个路边的陌生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这个发生在三维空间的动作，是怎么透过这个方程，在所谓的虚部那个看不见的维度引起变化的？其实您可以试着把这个复数空间想象成是一张由无数隐形丝线织成的巨大蜘蛛网。蜘蛛网好，我脑海中有画面了。网上面那些可见的节点就是实部，也就是您的具体行动，而丝线之间的张力啦、
结构了，还有整张网的几何形态，这些就是虚部，也就是形上学的维度。所以当您在现实中做了一个决定，比如说去帮那个陌生人，这就像是轻轻拨动了网上的一个节点。波动节点哦，对，而且这个波动它不可能只停留在原地嘛，它会瞬间改变整张网的张力分布。原来如此，所以这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耶。这表示现实跟形上就像齿轮一样紧密咬合在一起。正是如此。其实，在哲学上，这就是最高境界的知行合一啊。知行合一，对，您的每一次伦理行见，也就是实部的位移，都必然牵动着形上觉察的重组。那反过来说，如果这两者脱钩了呢？脱钩会怎么样？譬如您的行为完全违背了深层的形上法则，系统就不满足刚才说的全存条件了，那张网的张力就会失衡，甚至可能断裂。所以伦理行动跟形上觉察必须和谐联动，不然整个生命的系统就会崩溃。没错。哇，这个蜘蛛网的比喻让我完全抓到重点了。但既然现实的行动跟看不见的形上法则是这样动态联动的，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了。什么问题？就是在最微观的物理基础，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量子力学里面，这种联动具体长什么样子？这其实触及了一个大家都很爱问的大哉问，就是如果我们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整张网，那这张网是不是早就设计好了？宿命论的问题。对啊，我们的宇宙到底有没有一本早就写好的剧本？其实这真的是物理学史上一段非常深刻的转折。为了解答这个问题，著名的物理学家约翰贝尔曾经提出过一个蛮有趣的比喻，叫做伯特曼的袜子。袜子？对，也就是左右脚鞋子或袜子的比喻。假设我们看到一个人，他左脚穿着粉红色的袜子，那我们瞬间就能推断他右脚穿的一定不是粉红色嘛，或者说一定是另一只配对的袜子。这个我稍微了解一点，在量子力学里面，这常常被拿来解释量子纠缠，对吧？没错。就是说，两个纠缠的粒子就像相隔光年之远，只要测量其中一个，另一个瞬间就会呈现相对应的状态。是的。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这拿什么超光速的心电感应啊？这只是因为他们在分开之前就已经在内部设定好了资讯，就像一双袜子出门前就配好对了。这在物理学上好像叫隐变量理论。你做足了功课呢，确实叫做隐变量理论。这就等于是说，宇宙早就在暗中把剧本写好了。对，爱因斯坦好像也比较支持这种看法。对，爱因斯坦等许多古典物理学家其实都倾向这种预定论。但后来呢，阿兰·阿斯培等人的实验彻底推翻了这个想法。怎么推翻的？他们透过非常精密的实验证明了量子纠缠的相关性其实是违反了所谓的贝尔不等式。违反了贝尔不等式，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纠缠粒子之间根本没有出门前就写好的隐藏剧本，也没有什么预定的袜子。他们的状态是在被观测的那一瞬间才随机决定的。哇，这证明了世界在最底层具备着根本的随机性耶。没错。可是这其实有点反直觉哦。我们通常会觉得随机就代表着失控，对不对？如果宇宙在最底层都是掷骰子决定的，这不会让你们的整体的哲学变成一场混乱吗？随机性难道不是破坏了宇宙的秩序？其实我们所洞察到的恰恰跟这个想法相反。怎么说？在我们的理论里，这种随机性绝非混乱，而是彼岸对此岸的动态赋能。动态赋能？您试想一下哦，如果世界真的就只是一双预定好的袜子，所有的状态都已经在隐变量里写死了，那就没有任何惊喜了。对，那这个此岸的现实就真的只是一滩死水，所有的发展都只是照本宣科的重播而已。就像是在看一部已经知道结局的电影。但随机性的存在证明了彼岸并非一个死板的剧本，它其实是一个充满了无尽可能性的场域。我懂了。也就是说，正是这种底层的随机跟不确定性，反而为我们争取到了真正的自由。您说到核心了，随机性其实保留了系统的不完备性，而这正是为人类的觉醒与创造留下来的空间。哇！在我们复数空间的模型中，这意味着虚部不是一个固定的常数，它是一个具备活力的算子。
所以每一次看似随机的观测，其实都不是瞎蒙的混乱。绝对不是。那是实部与虚部在当下的那一刻重新达成共振、共同演化的创造性行为。这等于是说，不是剧本已经写好，而是我们跟宇宙在每一刻都在进行即兴的共同创作。这个说法非常美。在微观的量子尺度上的真的是非常迷人。但如果我们把视角拉到极致的宏观，也就是整个宇宙的尺度，你们这套实数与虚数的模型还撑得住吗？宇宙中真的有那么庞大的一个虚部存在吗？不仅撑得住，而且当代天文物理学的观测数据其实给了这个模型最惊人的印证。哦，怎么说？目前科学界公认，我们所熟悉的实体世界，包含所有的恒星、行星、您跟我，这一切我们能看见、能摸到的物质，其实总质量只占了整个宇宙的5%。等一下，只有5%，只有5%。对，只有5%。那剩下的95%呢？是什么？是由我们完全无法用电磁波观测到的暗物质跟暗能量。哇，所以我们每天用肉眼确认的，我们以为无比坚固的这个现实，在整个宇宙的尺度下，根本是极端少数的例外。是的，真的是极少数。那占据绝对多数的这95%，在你们的哲学里，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我们看来，那95%就是决定了宇宙整体动力结构的虚数彼岸。虚数彼岸。我们这样讲好了，在数学上有一种情况叫做代数封闭。代数封闭。对，实数域常常是不封闭的，意思是某些方程式如果只在实数范围内算，是根本找不到解的。我们必须引入虚数，这个方程式才能完美成立。了解，那这跟宇宙有什么关系？宇宙的结构其实也是如此。有一位很著名的女天文学家叫做薇拉·鲁宾，她在观测星系旋转的时候，发现了一个严重的异常。什么异常？她发现星系边缘的恒星转速实在是太快了。如果单靠那5%可见物质所产生的引力，根本抓不住这些恒星，星系早就该分崩离析，被离心力甩飞出去了。也就是说，如果只算我们看得见的实体的账，引力根本不够，这个宇宙方程式是算不平的，完全算不平。所以一定有某种看不见的东西在暗中帮忙拉住这些恒星。正是如此，那看不见的东西就是暗物质，它就是为了让宇宙这个方程式达到代数封闭所必须存在的虚数维度。哇！它提供了看不见的质量跟引力框架，稳住了我们这个现实，而占了宇宙将近68%的暗能量，则更是奇妙。暗能量在做什么？它正在驱动整个宇宙加速膨胀，这其实完美对应的我们哲学中彼岸作为能动算子或形上意志的特性。所以它不是一个空洞的背景画布。不是的，它是在虚数维度上持续为宇宙赋能，确保宇宙维持动态的扩张，而不会塌陷成一个实数点。这让我想到开场时我们聊到的那个画面，这5%的可见宇宙，真的就像是漂浮在海面上的冰山呢。在那95%的暗物质和暗能量，并不是藏在水下的更多冰块，而是整个海洋的深层海流和温度差。这个比喻太棒了。我们看不见海流，但它完全决定了冰山会往哪里移动，甚至决定了冰山会不会融化，对的？没错，这正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意义或者资讯是优先于物质的。意义优先于物质。对，当我们只盯着冰山看的时候，我们永远无法真正理解它的轨迹，因为真正的动力学是发生在我们看不见的海流里。那为什么人类长久以来都只看见那5%啊？因为我们受限于观测的前见，科学的观测工程主要依赖的是光，也就是电磁交互作用。我们长久以来就把看不见等同于不存在，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认识盲区。确实，所以我们必须改变看世界的方法，我们不能再只依赖眼睛去确认现实了。这也就是你们所谓的反向哲学工程，对吗？没错。就是说，从星系转速的异常，从实体世界中那些解释不通的破绽，去反推，去觉察那个全息宇宙。是的，而且我必须说，这条探索之路我们并不孤单，这其实是一场跨越100年的视域融合。怎么说？科学界一直都有这种声音吗？当然，在物理学史上，最早将虚数大胆引入时空结构的是明考斯基，
他把时间定义为虚数，这才奠定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几何基础。哦，原来相对论背后也有虚数的概念。对，到了近代，像罗杰·潘洛斯的扭量理论更进一步，他甚至主张物理空间并非最基本的底层，宇宙真正的底层其实就是一个复数空间。哇！还有像是泰德·纽孟的复化坐标。而在台湾，李嗣涔教授也曾提出宇宙有实数时空跟虚数时空组成的模型，并将虚数时空跟资讯场的概念结合。这跟你们将实部、虚部有机融合的观点真的不谋而合耶。没错。除此之外，像卡洛罗维里的关系性量子力学认为没有绝对客观，万物都是由关系定义的。还有鲁曼的系统论、高达美的视域融合，大家都在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不止物理学家，这好像也是哲学家们一直在寻找的答案。我想到尼采曾经强烈批判过那种冷冰冰的，像月亮一样只会被动反射光线的所谓客观知识。是的，尼采呼唤的是具有主动创造力的太阳。对，这跟物理学发现可见物质只是被动的载体，而暗能量才是主动的赋能者，有着惊人的同构性。确实如此。无论是物理学家还是哲学家，他们其实都在用不同的语言描述同一套宇宙底层逻辑。既然这套反向哲学工程是要带我们从扁平的实体跃迁到全息的认知，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这些伟大思想家和科学家提出的理论公式，其实都只是为了让人类能够在思考中搭建起暂时的工程结构？您这个观点很精辟。他们就像是在虚空中造了一座座桥，试图让我们透过这些数学或者是哲学的音架，去触摸那95%的未知。毫无疑问，我们必须了解，物理定律从来都不是永恒绝对的真理，不是真理，它们是我们为了在这个完整的世界诠释域中生存所架设的桥梁跟银架。当我们透过这些工程，真正让此岸的实践跟彼岸的觉察达成理解与融合的时候，工程本身甚至是可以被超越的。这就是哲学上常说的得意忘相吧。懂了那个意思，就可以放下表面的形式了。没错。好的，我们刚刚从微观的量子一路谈到宏观的宇宙，再谈到了人类的科学史。现在我想把焦点拉回正在收听这场对话的您身上。这很重要。如果宇宙的底层逻辑真的是一个包含时虚的复数空间，这对我们每天早上设闹钟起床，面对各种生活抉择的日常，到底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其实这关乎我们怎么面对自己的生命处境。让我们把量子力学的几个核心概念转化为具体的生命处境来重新解读好了。在你们的理论中，量子的叠加态如果放在人生里面，到底意味着什么？叠加态其实代表着未受人类前见限制的世界诠释域。听起来很学术啊，可以白话一点吗？也就是说，在虚数空间的彼岸，所有的可能性都是并存的，而且是互相渗透的。它是一种去中心化、没有单一标准答案的无限可能，包含了无尽的意义与潜能。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境界，什么都有可能。但问题来了，当我们去观测它，迫使它发生了所谓的波函数塌缩，变成一个具体的现实，这又代表什么？波函数塌缩其实就是主体带着自己的前见与客体发生碰撞时所产生的视域融合。在我们的整体哲学中，塌缩的那个瞬间，就是将形上空间的因转化为现实伦理的果的瞬间。这是一个真实落实的过程。等一下，这里我就必须反向推敲一下了。请说。如果说叠加态是包含无限可能性的完美境界，而他说是把它定格成单一的现实，那我们的观测，或者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做出的任何明确选择，不就等于是在扼杀宇宙的无限性吗？这个质疑很常见。对啊，我们把无限变成了有限的现实，这听起来像是一件坏事，像是一种破坏啊。其实我们必须以更深刻的视角来看待他说绝非真理或者是潜能的毁灭，它其实是知识性的实践。你想想看，如果一切永远都停留在完美的叠加态，那无限的可能永远都不会在现实中发生作用。
对吧？就只是空想。没错，那彼岸就永远只是高悬在虚空中的幻影。学习与生存的核心意义，其实不在于我们在实数世界里不断累积财富或资讯的量，那在于什么？在于透过他说这个动作去改变我们生命的相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由单纯的学转变为生成的觉，由学转变为觉，所以他说其实是一种对现实的承担。非常精准。他说是将无限的可能性化为此时此刻您愿意承担而且能够实践的伦理选择。哇！至于量子纠弹，则完美证明了在虚数走的彼岸上，宇宙本来就是因果相连、不可分割的整体。您的每一次他说选择，其实都在与整个虚数宇宙进行共振。今天这场探讨可以说彻底翻转了我们观看世界的方式。我们从极度抽象的物理公式，一路谈到了每天切身面对的生命选择。这正是整体的哲学想传达的。让我们来为听众快速梳理一下今天的核心脉络。我们其实不是孤立存在于虚无中的那5%的可见实体。我们的每一个伦理选择，每一次有意识的观测，都在与那95%的形上虚数空间进行着全纯的联动。没错，现实的冰山之所以移动，是因为背后那片庞大的意义之海正在涌动。看见那隐藏的虚数维度，不要把狭隘的投影当成存有的全貌，并且在每一次的他说中承担起创造现实的责任。这就是整体的哲学的核心精神，真的非常精彩。在节目的最后，我想留给您一个延伸的思考。如果我们今天所谈的都是真的，如果人类的意识与观测就是将宇宙无限的虚数可能他说为具体现实的机制，是的，那么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最动人的艺术，还有最深刻的伦理成就，会不会正是整个宇宙为了将虚数实体化所做出的一次最成功、最宏大的量子计算呢？这是一个非常美丽且值得深思的问题。感谢您的收听，希望本文对您有所注意，有所启发。下次再见。